非常抱歉，本视频由于以下原因导致无法播放。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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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嗨，大家好，我是南岩，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啊！世界杯开幕了啊，那科技圈呢也很热闹，咱们抓紧来看一看本周到底发生了哪些让人无语的事儿。科技不聊，主播来吐槽。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可以把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是在瞎编，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我们下面开始。先看苹果，在 iPhone 14发布之后呢，为期1年的 iPhone 15预测就已经开始了。目前最新的消息显示呢 ，iPhone 15将会回归到圆润的外观啊，也就是说，在边角这个位置呢，从原来的直角边变成圆润的边角。旁边的这个位置啊，变成了一个巨圆的 R 角，有一点像当年的 iPhone 5C。来吧，同学们，如果 iPhone 15是这个外观的话 ，R 角部分很圆润的话，你觉得是好事吗？啊，觉得好事打个1啊，觉得不好啊 ，iPhone 14外观更经典，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好，当然会有同学说 iPhone 5C 啊，这不是廉价版的产品吗？需要说明啊，虽然它是廉价版，但是它在当年可是卖了3、4千万台。绝对是畅销款啊！人们说很廉价，但买的时候还是很诚实的。另外呢 ，iPhone 5C 呢也是我个人认为啊，历史上用的手感最好的一款直屏手机，手感非常出色。所以如果 iPhone 15用了一个圆形外观，我觉得也没啥问题。所谓天下大事，方九必糊，糊九又变方，是吧？这个从 iPhone 12开始啊，这12、13、14也方了这么长时间了，15我感觉要圆回去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材质方面的消息。那有爆料显示呢，由于苹果在 Apple Watch Ultra 上面使用了钛金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所以苹果有可能会在 iPhone 15上面换用这种钛金属。但是我觉得还是存疑，为什么呢？因为目前钛金属呢作为一种全新的金属材料啊，它着色比较困难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旦用这个金属的话，在 iPhone 15上面就只有银色一种颜色的话，你会接受吗？觉得能接受打1，觉得接受不了啊，必须是彩色的，那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除此之外呢，在硬件功能方面也有变化。我们都知道，目前的 iPhone 呢，它肯定是这种实体旁边的这个按键的。但是目前供应商给出的消息呢，苹果应该会在 iPhone 15上面采用这种非实体按键，也就是旁边这个位置啊，它是按不下去的啊，就是类似触摸那种形式的。你觉得这个方案好吗？满分10分，这种方案啊，如果是按不下去这种方案，触摸式的方案，你打几分呢？好，那这里需要说明，边框去掉实体按键啊，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多台机器都曾经采用过。咱们随便盘点几个，比如说当年的 Mate 30 Pro 啊，那采用的就是触摸边框的方式，它没有音量按键。后来呢，还有类似的啊，比如说再早的啊 ，vivo 的 Nex 3S， 还有当年的 HTC U12 Plus 啊，甚至还有一些概念机，比如说魅族的 Zero， 这些都是非实体按键。不知道你能否接受这种方式呢？我估计啊，如果苹果真用了这种方式，去掉了边缘的按键之后啊，肯定会有好多的评论表示，苹果再一次发明了边框按键绝对的黑科技。而当年那些手机呢，那就是吧，领先1步苹果啊，这是勇士啊；领先2步前面那些机型，那就变成劣势了。另外，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啊，苹果呢早前曾经在自己的包括 iPhone 8、iPhone 7上面采用这种非实体按键，就是它做出来这个形状，但是你摁不下去啊，只有在系统开机的情况下一摁，它会给你一个非常细腻的震动，让你感觉好像摁下去的样子，明白这意思吧？啊，所以苹果可能在边框这块呢，也采用线性马达的方式来模拟这个按键。虽然按不下去，但你摁了，让你感觉好像按下去了。那底下这个马达，这儿一个马达，这边再来2个马达，4个马达，恐怕这个 iPhone 15的重量，过去几个月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表示 iPhone 卖不出去了。但是呢，当你去看不同的系列的时候，结论是不一样的。来看 iPhone 14 Pro， 现在我们打开苹果的官网，选择 iPhone 14 Pro Max 机型的时候，它的发货日期已经变成了2023年的1月份，一刚呢知道明年去了。来吧，大家觉得这个事儿你怎么评价呀？你觉得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你觉得苹果的供货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看一下同学弹幕啊，你觉得几月份能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好，有同学表示继续推迟吧，没关系，最好推迟到明年10月份，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买 iPhone 15了。哈，你这可以啊，等等党。那现在的话呢，由于全渠道缺货啊，所以呢，你去看各大渠道，所有有现货的
一律加价，加价幅度1000、2000不等。那这事儿说明啥呢？这一波说明苹果把黄牛坑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前一段时间都传言说产能要解决，所以很多黄牛呢都低价抛了。没想到越来越缺货，市面上的现货价格越涨越高。你这把黄牛都坑哭了，你这哪有这么干的？有同学问啥时候有现货？这个事儿呢，你只能咱们看一看社会面的新闻了。啥时候供应链解决问题了，这边也就货源充足了。不光是咱们啊，海外它也没货啊。有不少新闻报道呢，很多人希望在圣诞节购买 iPhone 作为礼物，在苹果官网显示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有同学提问说，苹果啊市值这么高，赚了这么多钱，它怎么花呀？来看最新消息，最新消息表示呢，苹果打算以70亿美元购买曼联。曼联最初要价是100亿，也不知道因为啥，可能是因为 C 罗要走的原因，商业价值下降啊。这都是瞎编的啊，咱不知道啊，咱还是聊科技圈的。那曼联这边呢，报价目前是到70亿，苹果呢也打算以这个价格来收购。那么来问大家一下吧，你觉得这个收购能成吗？觉得能成打1啊，觉得不能成打2。现在连效果图都出来了，以前什么天空电视台啊，现在咱就来个 Apple TV 是吧？可以。这事儿咋说呢？有同学问我的意见啊，我的意见非常简单，怎么说呢？库克呢，他毕竟也不像咱们这么年轻了，是吧？也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我觉得足球运动啊，起起伏伏的，这个成绩好的时候大家都挺高兴，成绩不好的时候大家都挺闹心。那你说这苹果这些高管岁数也都不小了，我感觉买这么个足球队，随着这个成绩高低起伏，这个心情变化，他够呛能受得了。所以我的建议呢，不要买曼联。那买谁？咱们中超、甲 A 这么多球队，你买哪支不行啊？买哪一支成绩都很稳定啊，对不对？既有商业价值，还保证你的身心健康。觉得主播说的对吗？觉得说对可以打个6啊，主播不开玩笑是吧？咱们买球队就得买成绩稳定的，成天那个波动的啊，那不利于预期。来看华为爆料人路人鹿带来一组谍照，这看上去好像是华为的智能腕表，但是在这个智能腕表里边居然打开了一个盖儿，里面伸出了2个耳机。大家觉得这个方案怎么样啊？满分100分，这个创意你打几分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表面上我是一个手机，一打开我是个耳机。有弹幕表示啊，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设计啊，脑洞大开啊。一看就是咱们数码圈的新朋友。若干年前，华为就曾经推出过手环系列，只不过里边是单边耳机啊，就是平常是手环，一来电话，咔把手环拿下来，塞到耳朵上，变成蓝牙耳机。这个对于华为来说啊，这就是真的。好多同学问我是真是假，我觉得就是真的。这原来有这样的产品呢，现在只不过是吧变成手表而已嘛，少见多怪。不过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创新方向。表面上你看我是这个，其实我是那个。以后咱们创新方向就有了，把手机塞进手表里啊，或者把手表塞进手机里边。你看这是个手机，我把它拿下来，它就变成手表，是个办法啊。各大厂商你们都学一学。还有同学表示啊，为什么要把耳机塞进手表里？为什么不直接把手表塞进耳朵上面？这有点怪是不是？我给大家表演一下啊，看看咱们这个把这个手表戴到耳朵上是什么效果？这能戴住吗？这也戴不住啊。继续看华为，那华为呢近期的内存升级服务已经上线了，也就是说一些老机型，如果你是小内存的不够用的，可以选择升级大内存。这项服务呢目前覆盖了很多新的机型，那么价格方面从398元起。来问大家一下啊，如果你的手机是128G 内存的话，你升级256G 内存，你觉得加多少钱合适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咱们来看一下华为的给出的价格。首先呢，我们这里选择的是华为 Mate 系列当中的 Mate 40 Pro， 这里边就给出了报价，从128G 升到256G， 那么它的价格呢是659元啊，优惠价格是559元。大家觉得升级这128G 是否值得呢？可以看一下同学们的选择。有同学表示是不是太贵了？贵不贵？咱们得看友商决定。这里因为苹果并没有官方的扩容服务啊，所以我找了一下苹果在第三方的这个电商这边给出的一个服务，这也是一些大的电商平台给出的 iPhone 13 Pro Max， 如果升级256G 的内存，那么它的价格是530元，大概是这个情况。来看一下同学弹幕，你正在使用的手机存储是多大？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哎呀，看到这里啊，我自己心存遗憾，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目前市面上的 128G TF 卡是多少钱呢？要不说呀，这些厂商为什么都不支持扩展卡了？如果它支持扩展卡，我随便插张卡，是不是就解决了？现在还得买你的这个服务，谁带头？谁带的头？现在全都不能插存储卡了。你们给我说实话，是谁带的头？诺基亚。还有同学问到说，那我们在扩展存储之后啊，这保修怎么算呢？
华为官方给出的保修呢是90天保修啊，也就是说你如果升级了存储之后，那么呢额外有90天，原来有保修的话呢是延续的。弹幕有很多同学在问魅族在忙什么啊？咱们一起来看魅族。那么 Flyme 这边呢，一直是热度不断的啊。虽然手机没什么动静。首先呢，目前 Flyme 呢是官方发布了 Flyme Auto 啊，也就是 Flyme 车。并且呢，还推出了主理人计划，在 Flyme 的下拉菜单当中呢，未来可能会增加车锁开关的功能。你只要使用 Flyme 的手机，就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去在手机上面直接操控车机的一些方式啊。所以说，目前很多外界的分析表示啊，可能吉利汽车旗下的多款车机都将会采用 Flyme 新的车机。不知道大家是否看好 Flyme 在车机上的表现呢？看好打1，不看好打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有的同学会问我说，如何评价这个 Flyme 现在进军车机领域，而手机好像没什么动静这件事情？非常简单了，这件事情无可辩驳地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那就是当一个手机品牌逐渐淡出主流市场之后，人们记得什么？人们记得这个品牌的系统，往往不记得它的那些手机型号。比如说现在魅族淡出手机市场，但是大家经常会提起 Flyme 啊，它能不能回归啊？比如说锤子淡出手机市场，但是很多人还怀念 Smartisan OS 的操作方式。所以对于一家手机企业来说，系统是重中之重。你听见了吗？那个谁？对于一家手机企业来说，手机的系统也许比手机的硬件本体更重要。我可没说MIUI，你可别瞎编。最新消息呢，MIUI 14啊箭在弦上，这边呢官方也发布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点啊。首先我们看到 MIUI 14的这个图标是一个半透明叠层的图标，看起来呢应该是主打轻盈的感觉。过去1年，团队埋头干活，启动了很大的一项新计划。先报一个点 ，MIUI 14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做最精简轻巧的旗舰手机系统。来问同学们一下，你觉得能做到吗？觉得能做到打1啊，觉得做不到打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回忆起前几期节目，咱们曾经报道过海外的一些爆料，说这个 MIUI 14的内部代号是女娲。估计这个 bug 都补上了。看完系统，来看硬件啊，小米13系列的这个外观曝光图，来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满分100分，你觉得这个外观你打几分？目前呢，各界都有消息传言表示，小米13系列可能会有所涨价啊，预计呢要涨价15%到20%，初始售价呢可能在4500元左右。好，有同学问我的意见，我觉得呢还是不能看传言，咱们得看一看小米之前的一些售价，比如说小米12，小米12的起售价是3699元，12 Pro 是4699元，小米的 X 是3199元。所以你问我小米13会是多少钱的起售价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你预测是多少钱呢？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啊，一个产品的定位肯定是要参考友商这边啊，也就是竞争对手这边。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竞争对手的定价是多少钱？是谁呀？当然是刚刚召开完发布会的 X90 3699元。这是巧合吗？这显然不是。X90 Pro 4999元，顶配版6999元。好，有同学问弹幕说，是不是小米首发骁龙8 Gen 2？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谁能首发骁龙8 Gen 2呢？你可以把那个品牌的名字打在弹幕上。有的同学说 ，vivo 不是刚刚发布完产品吗？他们家用的是什么处理器啊？我们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X90 用的是天玑，那超大杯用的是什么处理器啊？此时呢，我们就要打开 vivo 的销售界面，在芯片这一栏，处理器它可没写。你见过手机厂商不写处理器是什么芯片的时候吗？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处理器芯片，台积电4纳米，你猜这是什么处理器啊？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有同学说这是麒麟，还有同学说这是你可别瞎编啊！我可没说啊，你可别瞎编，我只是告诉你这是官网写的台积电4纳米芯片，谁首发我哪知道？下周就知道了。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打 A17呀？你们是有确定的消息了吗？本周呢，我们也首发开箱 vivo 的全系列的新品啊，给大家看了这个产品啊。有同学说你这怎么连 vivo 都要吐槽了呢？不是，我们提点合理化建议啊，没有吐槽的意思。来瞧一下啊，首先是给大家开箱了2款产品啊，黑色素皮的和华夏红啊。坦白讲，我觉得这2个皮质部分啊都是很好的，摸起来触感很好。喜欢黑色打1，喜欢红色打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这里边呢，我要给他提点小建议，是啥呢？是我一边开箱一边发现的。你看这2个颜色，当我从包装盒里边把这个红色的保护壳拿出来之后，把它套在黑色的机器上之后，你就得到了2台华夏红。
这意味着啥呢？所以我的建议啊，如果厂商想要做高端旗舰机型，你不妨就在你的包装盒里面送2个不同颜色的高品质的手机壳，对不对？用户就可以选择了吗？喜欢这个颜色，哎，我就变身这个；喜欢那个颜色，我就变身成那个。你说我的这个办法怎么样？这不算是馊主意吧？以往别人家的那个产品啊，就送个透明的清水套，一看就是3块2块的，没人要。咱作为旗舰机型，我就送你不同颜色、不同皮质的保护壳。消费者一看，什么叫用心呢？对不对？各大厂商你们都学着点。vivo 表示，你快来，下回谁再说你的手机贵，哎，你就可以瞬间给他拿出2个手机壳，对不对？让用户花1部手机的钱拿到2台手机的视觉体验。什么叫高端旗舰？聊完了 vivo 这个 OPPO 咱们也不能放下啊，要不然不太好交代。咱们雨露均沾聊一聊 OPPO 的发布会呢，发布了 OPPO Reno 9系列这个产品，是吧？这个产品咱们也和大家聊过了。发布会上最大的亮点呢，不是这个 Reno 9，而是啥呢？是发布会上聊到一个事儿，说我们的产品久用不卡啊，用24个月、36个月、48个月都不卡。谁知道啊？每个厂商都说自己不卡，都说自己可以好多年都不卡。你怎么证明啊？你说你对你媳妇儿啊，我对你好一辈子，你怎么证明啊？OPPO 的发布会给我们拿来了一个典范，什么典范呢？这是海州我们是吧？大家都很熟。海州在聊系统的时候说，怎么能让用户用一个长时间不卡的机器，而且现在就给你证明呢？答案是直接找一台老机器。原话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测3年以后的手机软件膨胀到啥样，但是我们可以使用老手机啊，在老手机上面来做优化。我觉得他说的就非常有道理，是不是？那么海州呢，在 OPPO 的发布会上表示呢，我们在 OPPO Reno 6、Reno 7、Reno 8，反正就这些老机型上做了全新的 ColorOS 系统的切入，那么运行下来确实是比较流畅，也通过了泰尔实验室的36个月抗老化的测评。注意啊，这是 Reno 6啊，就是3年前的机型。那这个道理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OPPO Reno 6可以再买一下。OPPO Reno 9表示你说啥？你再说一遍我听听。所以啊，其他厂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范本啊。什么意思？就你发布新的操作系统的时候，你别老说我这个新手机怎么样，你把你3年前的手机拿过来，装上这个操作系统，比你现在新手机还快，那我就买，哎，我就买你这个老手机，怎么样？这不这个办法挺好的吗？你也证明不了未来，那咱就说说以前呗，对不对？未来这个机器怎么样啊？不卡我证明不了，但是我过去那台老机器，我给你优化到完美的速度。大家觉得这波操作满分100，你打几分？是不是挺好？就回到咱们刚才那个例子是吧？你跟你媳妇说，你说未来我对你好一辈子，我也证明不了。你看我现在对我前妻是不是态度还是挺好的啊？所以说明我能对你一直好。这什么破例子？这是渣男！呸！这啥破老公？换！把那床垫留下。好，我们继续啊，咱们不能老吐槽国内厂商了啊，这都得罪完了之后，咱这频道不用办了，这个还是得聊点外星球的啊。来看一看马斯克，马斯克呢在进入推特之后啊，是一周一个新动作啊，开除了70%的员工之后呢，要求剩下的员工啊每周写周报，要求呢程序员每周写代码的行数啊，你写了多少行代码，你给我列清楚了，这每周都是辛辛苦苦的去监督。来问大家一下啊，你平常写周报或者月报吗？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在单位写周报月报打个1。啥也不写啊，1年写一次总结打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这里我给马斯克个建议啊，我建议你们就统一安装一下钉钉就完了，对不对？实时汇报，看看大伙儿都在干啥，对吧？这不挺好的事吗？这马斯克这还是没学明白。那么尽管呢，马斯克呢在推特呢裁了很多人，但是呢还是有很多的留下的工程师啊非常认可马斯克的工作方式。比如说有一位呢推特的员工在和马斯克加班到深夜之后啊，就发出了感叹的推特，他这么说的：入职以来最难忘的周末，见到了我的偶像伊隆马斯克，还跟我们讨论了很多。他还说呀，你们不要老黑马斯克啊，你们太低估他的代码能力了。他看到了我的成绩，等等等等等，还非常的贴心告诉我，他拍拍我的肩膀对我说，推特呀现在就需要我这样的人才，而且还关注了我的推特账号。怎么样，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令人暖心的故事？所以啊，你们不要听风就是雨，不要老去嘲笑马斯克。你看马斯克对这个员工是不是还是很有人情味儿的？员工加班到半夜，马斯克也跟着加班到半夜。你们老板陪你加班吗？看一下同学们弹幕，陪你加班打个1，不陪你加班打一个2。你看看你们老板能做到马斯克这样吗？所以你们呐，不要老去笑话人家这裁不裁员的，那没裁你啊，是不是？你这不挺好的吗？2个小时之后这个工程师呢又发了一贴，他更新，他说我的新贴呢已经发布出来了，由于没有通过伊隆马斯克的代码审核，目前我已经进入不了公司的系统了，也就是说呢，我已经被裁了。
刚才马斯克说的是推特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没记错吧？我觉得马斯克说的可能是中文，推特需要你这样的人裁掉，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他这个裁是裁员的裁，不是人才的才。这什么谐音梗？这是。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King of the house，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好，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有工程师还问我呢，说主播，请问现在特斯拉到底什么职位是最安全的呀？是最不可能被裁的？这非常简单吗？看了咱们刚才这个答案，你还心里没数吗？目前在特斯拉里最安全的职位，那就是保安，看门老大爷。为什么呢？你看马斯克裁了这么多人，这得罪的人可是不少，是吧？现在这保安必须得雇最好的，是不是？同样道理啊，你看，在我们科技美学团队，我们也在招人嘛。我们除了图文编辑还有视频剪辑之外，我们还准备招保安。毕竟呢，现在咱们每周科技吐槽节目得罪了大量的品牌，我也需要保护啊。有没有来应聘的？你来应聘呢？好，根据外媒爆料啊，有一位玩家在最新的马里奥赛车的代码当中挖掘出来了下一代任天堂 Switch 的 logo。也就是说，下一代的这个产品名字啊，可能是叫做任天堂的 NX。大家觉得任天堂的下一代 Switch 应该在哪一年推出？可以打在弹幕上。黑猫警长，黑猫警长，黑猫警长。好，还有同学弹幕表示质疑，主播你怎么能确定这个就是任天堂的下一代的 logo 呢？对吧？你有什么理由确定这个是下一代硬件的 logo？ 怎么确定的？这还不明显吗？这摆明了就是 Switch 的下一代产品，这个标志的意思就是漂移的摇杆。此时 Switch 玩家分别打出了666、666，太真实了，这一看那就是没跑了，就是它了。哎呀，看完了各种各样的吐槽啊，咱们来看点好消息啊。首先是百度这边呢会发布一个视频修复计划，修复很多经典的老电影，能让很多电影啊从原来模糊的画质升级成高清的画质。每一天呢可以修复28万帧，应该说还是相当值得令人期待的。未来的话呢，很多老电影呢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获取更好的画面。我自己觉得呢，还是一个不错的事儿。28万啊，听着挺吓人。我后来仔细算了一下，28万帧，1秒24帧，你算来算去的话，就是每天大概能修复2部电影。是吧？28万挺吓人啊，2部电影听起来少一点，但我觉得也行吧，挺好。一天2部，一年还700多部呢啊！如果能把原来那些经典的老电影修复成高清4K HDR 画质，那也不错，是个好事儿。但是呢，我估计有一些片儿它是修复不了的，比如说非常抱歉，本视频由于以下原因导致无法播放啊，反正就这种，他要能给我修复回来，我就服他。当然，不光百度吧，腾讯呢也上线了高清修复100部港片，全新的一个计划，很多的老电影都可以以全新高清方式呈现，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事儿。但是我估计我想看的那些老片儿，它可能没有。来吧，同学们，你们猜猜我想看点啥？我说要看的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啊，我说是啥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回忆一下，有不少片儿在引进之后啊，都和原版有些差别，要么就是中间有删减了，要么结局给你改了，要不加一个结尾的一个另外的一个文字结局之类的，就是很奇怪。低情商删减，高情商修复，所以这个希望呢，像百度也好啊，腾讯也好啊，就你们好好修复，不光是修复画质，最好呢也能还原内容，不要像有些视频明明写的是4K 修复，一看4兆码率，你这科技不无聊，主播来吐槽。如果下周还想看到主播来吐槽，欢迎关注一下我们，要不然下周大概率你就看不到我们了。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最后是我们的上电视环节。上周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微软自己的办公软件，名叫做 Teams。有点类似咱们的钉钉啊，可以线上办公。那么在上周呢，这个 Teams 呢推出了全新的功能，就是在办公软件里一边办公一边玩游戏，可以玩纸牌、很多在线游戏等等。那么 Teams 呢本月还会新增一个新的功能，叫做 Payment， 也就是支付功能。也就是说一边玩游戏之外呢，还可以增加付款的功能。那关于这个事情，看一下同学们的吐槽。骑士表示，微软的 Teams 它其实就是 Steam 的意思啊，这还有弹幕表示 Microsoft 建议改名为 Microsteam。众所周知，微软的软件叫 Team， iQOO 的粉丝叫库克，那么微软开会的 iQOO 用户就叫做 Team 库克，这都是什么谐音梗？这都是啊！
微软的 Teams 软件最终将会变成 Steam。无独有偶啊，咱们在上周呢还做一期视频，给大家介绍了苹果刚刚推出的远程同步软件无边记，就是你 iPad、iPhone 啊，随便写点什么，另外一台电脑上、平板上面都能随时看到。苹果表示，这是一项大大提升团队协作能力的工具，但是在我看来，这不就是苹果官方推出了你画我猜吗？领导画个饼，那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要收购谁。老板不在的时候，那就是五子棋，那咱一起画呗，对吧？你和你同事远程下棋。所以啊，你看腾讯聊天软件做得好好的，后来改做游戏了；网易邮箱做得好好的，后来改做游戏了；微软这办公软件做得好好的，现在改做游戏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那做软件也就是图一乐，最后真赚钱还得是做游戏。